Hello， 大家好。1月份的房产市场数据都已经发布了，每个月魁省都是最晚一个发布的。今天他们终于发布了1月份的数据情况。这个视频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月份加拿大的房产市场。首先是大多伦多地区，平均房价以1990年代以来未见的速度暴跌。用房产经纪协会的话来说，就是目前的市场深度冻结。大多伦多地区1月份的房屋销量为3100套，与去年同比暴跌了45%。因为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继续给房产市场降温，平均售价同比下跌了16.4%至104万加元。1月份的新房源数量下降了3.7%至7688套，但活跃挂牌房源数量同比增加了124.6%。自去年4月份以来，大多伦多地区的房屋销量持续呈下降趋势。去年下半年新公寓的销量跌至20年来的最低点，原因是负担能力下降以及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加。去年7至12月期间，大多伦多地区仅售出了5419套新公寓，同比暴跌了68%。这一数字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创下的20年最低点持平。由于更多的买家停下来观望，大多伦多地区开发商暂停了很多原定于夏季、秋季发布的公寓项目。原计划共有32000套公寓单元在今年竣工，但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向下修正为25406套。2022年第4季度新公寓平均转售价格比第一季度下跌了14%，这导致新公寓和二手公寓之间的价格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差距，这一差距为每平方英尺580加元，价差高达68%。现在看来，大多伦多地区的楼花市场崩盘已经不可避免，而且现在已经进入崩盘的早期阶段。具体表现为亏本转让楼花的情况十分普遍，最近不断发生高杠杆群体抗议事件。其中有一位被炒房赚大钱冲昏头脑的律师，以每套246万加元的价格购买了2套预售房，现在一套同样的房子已经降价40到60万。这位律师的80万首付已经全部赔进去了，可能还不够。现在他把责任归咎于加拿大央行和房产开发商，投资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你赚了钱会分给他们吗？对于这种人完全不值得同情，等待他的只有2条路，要么完成交易，要么被起诉。所以如果你现在想接手楼花，一定要持谨慎态度。蒙特利尔1月份的房屋销量为1791套，同比下降了36%，这是自2009年以来销量最低的1月份。各地区的销量降幅在26%至39%之间。蒙特利尔岛销量下降幅度最大，同比下降了39%。拉瓦销量同比下降38%，南岸销量同比下降36%，北岸销量同比下降33%。单户住宅销量898套，同比下降31%，这也是单户住宅自2000年以来的历史低位。自2000年以来，月销量从未低于过1000套，中位价格为50万加元，同比下跌7%，环比下跌2%。公寓销量733套，同比下降38%，与2017年的水平持平，中位价格为37万加元，同比下跌3%，环比下跌1%。Plex 的销量下降最为显著，销量157套，同比下降52%，中位价格为67万5千加元，同比下跌6%，环比下跌2%。1月份蒙特利尔的库存房源激增，活跃挂牌量增加了65%，挂牌量达到了15020套，单户住宅增幅高达89%。大温哥华地区1月份的房产市场活动也较为平静，1月份房屋销量为1022套，同比暴跌55.3%，环比下跌21.1%。上个月的销量比10年平均销量低42.9%，综合基准价格110万加元，同比下跌6.6%，环比下跌0.3%。挂牌出售的房屋总数为7478套，同比增长了32.1%，环比增长1.3%。独立屋销量为295套，同比下降52.6%，基准价格为180万1300加元，同比下跌9.1%，环比下跌1.2%。公寓销量为571套，同比下降56.6%，基准价格为72万0700加元，同比下跌1.1%，环比上涨1%。联排别墅销量为156套，同比下降55.2%，基准价格为102万0400加元，同比下跌3%，环比上涨0.8%。从这个数据看，大温地区的公寓和联排别墅可能有一波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抄底。卡尔加里1月份的房屋销量为1199套，同比下降了40.2%。新上市房源数量为1852套，同比下降了25%。
1月份的平均房价为508189加元，比1年前下跌了不到1%。1月份新挂牌房屋数量下降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独立屋1月份的基准价格达到了622800加元，略高于12月份报告的水平，但仍低于去年5月创下的高点。市中心的独立屋价格继续呈下降趋势，其他地区则略有上涨。半独立屋与去年相比，1月份的销售也有所放缓，但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市中心地区的半独立屋价格呈下降趋势，这导致半独立屋的基准价格略低于去年12月份的水平，但价格仍比去年1月份高出近6%。联排别墅价格环比上涨了近1%，基准价格为361400加元，比去年1月份高出12%以上，但略低于去年6月份创下的363700加元的高点。公寓价格达到了277600加元，比上个月高出1%，同比上涨近10%，与2014年创下的历史高位价格差距缩小。最近加拿大央行放慢加息脚步，而美联储则准备继续加息。美联储官员最近表示，美联储可能不得不把利率至少提高到5.4%，以抑制通胀。因为1月份的就业增长表明加息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美国1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劳动力市场远超预期。1月份美国经济新增就业岗位517000个，远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9万个。失业率降至 3.4%， 是1969年以来最低的失业率。基于以上原因，加元的前景面临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在今年年初支撑加元强劲的大宗商品价格也开始走弱。加拿大央行可能被迫跟着美联储加息，否则可能会给加拿大带来输入型通胀。加拿大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很多杂货的价格都出现了2位数的涨幅，超出正常水平。比如西红柿的零售价从去年10月份的每公斤4.57加元上涨到12月份的6.99加元，2个月内涨幅超过了52%。物价上升导致加拿大人对当前的经济情况，尤其是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担忧。根据蒙特利尔银行的一项新调查，加拿大人现在认为他们需要170万加元的退休储蓄才能退休，这比2020年增加了20%。虽然现在房价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但是从近几个月房产市场的数据来看，这一波房产市场绝对不会是小的回调，而是史无前例的大调整。除了皇家银行认为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将迎来40年来最大规模的调整外，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也认为这一波房产市场的调整将是史无前例的。他们认为调整规模将略高于1970年以来经济衰退期间的平均跌幅。他们还认为目前加拿大的房产市场调整只进行了一半，房价自去年2月份达到峰值以来已经下跌了14%，到今年年中将再下跌16%。房价触底时将下跌30%，各地的跌幅会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涨幅最大的城市跌幅最大。如果全球供应链修复速度快于预期，从而缓解通胀并提振投资者信心，那么房价从峰值的跌幅可能仅为27%。在适度的下行情景中，住房调整动摇了家庭财富和消费者信心，房价可能下跌34%。最坏的情况是更剧烈的调整冲击金融体系和信贷供应，经济遭受重创，房价暴跌48%，回到2014年的水平。未来加拿大房产市场面临很多风险，其中私人抵押贷款是目前最大的风险之一。根据安大略省金融服务监管局的数据，2019年仅安大略省持牌抵押贷款经纪发放的私人抵押贷款为130亿加元，占整个贷款市场的 9.3%。数据显示，2021年私人抵押贷款增长到224亿加元，占整体市场的 12.3%。由于市场风险加剧，私人贷款人开始大幅提高续贷利率，最高的续贷利率甚至已经超过 15%。这表明今年将有大量的私贷借款人无法完成续贷，只能被迫卖房。还有一大风险就是房屋净值信贷债务，因为现在利率已经高达 7.2% 至 9%。加拿大金融监管机构办公室的文件显示，房屋净值信贷债务在去年11月份激增，月度增长是自2018年10月以来最大的，几乎是普通抵押贷款债务的20倍。紧随其后的风险就是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根据加拿大央行在去年11月份的一份报告，浮动利率贷款约占抵押贷款总额的1/3，远高于疫情前的 20%。根据国家银行的数据，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的浮动利率借款人
73%至80%已经达到触发利率，他们已经充分感受到加息的压力，而固定抵押贷款借款人在续约时才会感受到加息的压力。加拿大央行认为每年大约有110万户家庭续约。雅虎对1920名加拿大房主的民意调查显示，35%的加拿大房主表示，他们只能承受当前的利率平均不到10个月的时间，然后就会被迫出售或者是搬出房屋。45%的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借款人只能承受8.3个月，35%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借款人能够承受10.4个月。上面这个时间和我之前的判断基本一致。从1月份的房产市场来看，部分经济鼓吹的市场复苏并不存在，它只存在于那些经济的朋友圈。未来几个月，伴随着买卖双方的僵局被打破，几乎所有的市场都会过渡到买方市场。而春季是传统旺季，当然也是贷款合同续签最集中的季节，续约会让更多的借款人感到加息的压力，所以直到进入夏季，潮水才会慢慢退去，到那个时候就能看出谁在裸泳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